观众朋友，历来最接近实战的汉光演习，现在分分秒秒正在你我生活周遭上演着。你可知道，台海之外，整个印太地区现在美中对抗的气氛紧绷到我们无法想象。中国辽宁号航母领着18艘的大小军舰，已经冲出了第2岛链，直逼关岛。美国呢？美国有在跟你客气吗？美国不啰嗦，直接派出了 B-52轰炸机也飞到了关岛。这可以从美国本土一路飞到中国门口的大杀器，可以丢什么？丢核弹、巡弋飞弹，可以丢战斧飞弹，只要它一声令下，天空1秒变火海。这不是演习，这更像是宣战前的摆阵呢。我们上个礼拜提到，台湾现在正在进行年度有史以来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。那国外其实也不平静，比如说美国跟澳洲在我们西太平洋这边啊，正在举行多国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军演，护身军刀。时间更是从7月13号拉到7月26号，下礼拜。刚好到大罢免那个时间才结束。对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横跨了19个国家，35000多人的这个兵力参加，规模算是也是史上空前。尤其美军出动了12000多的兵力，还350架的各型战斗机啊，可以说是这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。这一场军演最有看头的地方就是海马斯的火网急发，哇，这个画面是真的是极其震撼啊！是的，我们汉光演习之前也曾经试射海马斯在台湾，但你要知道，这个算是美国他第一次在这一次的这个美澳护身军刀的军演啊，是齐发这样海马斯的这个防空系统啊。那海马斯的防空这个火箭哦，你要知道，澳洲跟新加坡、美国他们一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海马斯实弹射击，对，也是澳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本土实弹试射。那这样的海马斯，它的射程就是42公里到300公里左右，对我们台湾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台海防卫利器啊。对，那也涵盖了整个台湾海峡周遭哈。那尤其是海马斯，你要知道它全自动的接战系统，从计算到瞄准以及发射，大概过程只要16秒就可以完成了，而且它具备有5到10公尺的这个误差范围，精准度非常高。然后甚至呢也传出来，它这个美军啊也打算把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进行提风。提风是什么？一直在之前菲律宾就开始首次部署中程的这个反舰飞弹，它以前只有在美国的本土试射，那现在呢，它也要在这个太平洋地区进行提风的这个中程导弹的实弹射击，因为提风用的是什么？标准6型，以前是防空，现在可以改成反舰，对，还有巡弋飞弹。那如果是移到美国本土以外这样试射，对美国来说，威慑西太平洋它的敌对的这个势力，尤其是中国，也是一个指标的意义。所以刚刚提到2个字：反舰，反谁的舰？解放军的舰。再来看到更敏感的是，跨距更长，长达1个多月的这一场，在美国印太司令部发动的坚定力量太平洋军演。哇，这个军演你好好来跟我们讲，如何切身相关第1岛链、第2岛链的安全。最后就会迁到台海啦，是，那就是从7月10号到8月8号的坚定力量太平洋的这个军演，虽然是以空军为主体，但是海军也是要角。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太平洋许多的这个地点，包括从关岛、夏威夷到日本的一些群岛，都敢展开。你可以说，我刚刚讲美国、澳洲是南太平洋，没错，那现在是北太平洋，对，整个太平洋西边都涵盖了，台湾当然是涵盖在内。所以你刚刚说，从第2岛链的关岛一直到第1岛链的台湾，整个都是演训的一个空域。对，那美国的太平洋空军也有史以来全面的这个应急响应，出动了这个至少超过12000多名的兵力，包括太空军的这个人员啊，包含了太空军都加入了这场。我刚刚提到它的重点在于人数之多、军种之多元，而且跨距之大。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你可以想定，这1个月刚好也是川普的这个什么关税大战同步双轴并进。换句话说，一有什么蠢动的话，我可以随时由训转战了。没错。无独有偶啊，刚刚讲护身军刀跟坚定力量太平洋之外，7月11号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不是跟日本的这个外相严无义，还有韩国的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朴润柱啊，他在马来西亚开始3方的美日韩3方会晤嘛。那同一天哦，美国、日本、韩国他也没闲着，他在朝鲜半岛就开始进行要嚇阻北韩的这个联合空中的一个军演。那这当中还出动了美军最为人熟知的同温层堡垒 B-52的这个轰炸机。刚刚讲同温层堡垒，其实它在护身军刀跟坚定力量太平洋都有出现，所以是3种军演的共同的交集。为什么 B-52这个2战的大杀器活了超过1甲子，到现在穿梭在每一个美中对抗最敏感的军演里面，再度看到它的身影？再来，因为第一它的航程够，第二它的载弹量够。
7万磅，你看31000多公斤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主要的可以携带核武。那美军空军又宣布 B-52轰炸机要有轰炸特遣队的名义，从这个美国本土部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连，这不是就刚刚讲的，从第2岛链要跳到第1岛链，整个老共都被涵盖在射程范围内。他只要从关岛或者到印度洋的安迪戈西亚的这个地方啊，他可以在这个老共的防空系统之外，他可以发射巡弋飞弹去摧毁老共重要的军事设施啊。所以我今天 B-52派出来不是演习而已，它根本就是开战前的摆阵。我不管是老共的前门、老共的后门，在印度，我招招剑指解放军而来。是，所以你就知道中国期刊《现代防御技术》它也发布了一篇报告说 ，B-52对中共的威胁甚至大于这个他们所一直认为的 F-22跟 F-35这个2款地中战机。这个是老共第一次坦诚，二战的老 Coco 的大杀器是他们最忌惮的，即便到2025的此刻，因为它的航程超过14160公里，还不需要空中加油。如果要空中加油的话，那不是又更长 double 了吗？是，再加上它的 AGM-86B 的空射巡弋飞弹，它可以携带核弹头，装上核弹头就是核武，它的射程也超过2500公里。对于老共在中国的不管是头或者是尾，它要防范这种大杀器的话，它当然投鼠忌器啊。B-52同温层堡垒，当它倾巢而出，那绝对不是普通的大事，那是大事了。我就问，到底为什么关税大战在打，我们的大罢免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这样子的一个连续好几场的演习都有 B-52轰炸的身影？到底美军看到了老共什么样的蠢动，让他觉得我得要梭哈了？因为中国的动作不单纯，《纽约时报》有报道说，中国的科研船频频出入台湾东岸，还有距离美国的关岛大概400公里的附近的东侧跟西侧的海域。对于台湾海峡附近的海域、东侧海域跟关岛东西侧的海域这3种地带，被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而中国的科研船，它甚至进行它的一个研究的时候，是平行的航线间，它的距离只有1英里而已，大概1.6公里啊。我问你，科研船就是科学研究啊，它也没有大炮，它也没有机枪，没有任何的武装，它有什么好敏感的吗？它的平行距离如果不到2公里的话，又那么密集，它等于是收集那附近的海域、它的海床跟海文、水文的一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资讯。将来可以布雷、水雷、海上作战演练等等，它都对美军的潜舰，尤其是潜舰或者是它的航母跟这个水面舰艇是一大威胁啊。所以它威胁可大了，不是我刚刚形容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他的科研船走过之后，他摸透了你的水文，这个资料交出去之后，难怪你看到后脚辽宁号就来啦。辽宁号也是被报道说，他派遣了这个辽宁号航空母舰，带领了他的战斗群啊，第一次穿越了这个美军这个最在乎的第1岛链，那挺进到距离美国关岛只有这个1500公里的菲律宾东部的这个海域啊。那尤其是这18艘的这个舰艇，加上这个辽宁号的这个航空母舰它超过816个垂直发射器，比如说它带了3艘的055型的这个它的一个驱逐舰，还有5艘052D 的这个导弹驱逐舰，跟5艘的054A 的护卫舰。你要想想看，816个垂直发射系统啊，就算不是说每一个发射飞弹舱有装4个飞弹，它只要装每一个飞弹的话，就超过816个飞弹。你对于这个老美来讲，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，而且感觉上我家门口就摆着一把剑，随时会掉下来一样。所以呢，再加上中国跟俄罗斯它的一个联合的这个军演首航啊，不断的在测试美国跟日本的它这些盟国的底线。美国日本的智库就有说，中俄去年11月的时候呢，它在这个进行空中战略巡航，第一次模拟核武袭击关岛的这样的一个演练。哇，这样对上了。所以你现在讲到了，今天你有这样的模拟对我核武攻击关岛，我立刻派出了我的同温层堡垒 B-52，我就直接飞抵关岛，这不就是摆阵了吗？就是要跟他应对，因为俄罗斯的 T95图95。然后加上解放军那时候1洞6旅，他也第一次组成了一个攻击包，还发送到了西太平洋。那解放军出动的是什么 ？H6N， 就是轰6N 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轰炸机，它还携带了你看到箭头上画面所指的核武空射导弹弹道飞弹，这一个据说被认为就是射程大概2100公里的东风21，可以威胁关岛，也可以威胁水上很多的这个美军，包括航空母舰、航母杀手在内的这些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军舰的一些飞弹。是，那东风21。它空射型就是2100公里那如果它是要往这样子，它陆射就2100公里。它如果空射往前飞的话，它可以打更远，它可以打更远，可能 double 到4000公里都有可能。所以就逐步会威胁到你关岛跟第1岛链所有美军重要的基地啊。你刚刚提到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第2岛链关岛。
干我台海什么事呢？那你就知道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。是你刚刚说关我台湾什么事？那我先跟大家讲，现在我们一直很期盼的说，美军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能够邀请台湾来。过去都是建议台湾参加，建议来，想不到现在美国参议院是强烈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演啊。有可能这几年之内，说不定今年就有机会这样子可以去参加。因为你要知道，环太平洋军演之前在进行一辆这个军演当中，他就发射了这个飞弹呢，用这个它的一个 F-18战斗机发射 AGN-158C 的长程反舰飞弹，去集成了排水量达39000多吨、快4万吨的塔拉瓦号的这2栖突击舰。画面下面看到的，你这样子的一个将近4万吨集成演练，几乎就是航母等级的集成演练，意味着什么？好啊，你今天的所谓的辽宁舰，你突穿到我关岛来，你来，我就模拟集成航母，而且也剑指着我刚刚讲的那个洞拐6，也是几万吨的这样的一个大舰艇。那类似这样的一个快速集成演练，它还甚至出动了 B2 轰炸机去投放 JDAM 的这个炸弹。哇，这个是史上第一次看溅出那个水花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响定里面被炸掉的这个3.9吨的大船，很可能下一次被炸掉的会是共军的航母。所以你就知道解放军的大型舰艇也被环太平洋军演锁定当中，也就知道说现在7月虽然是非常的酷热，可是多国正在军演，包括台湾也在演习，也看到了一线曙光，甚至彩虹的到来。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。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